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马克，我又来了。这几天成都这边下雨了，然后温度也下去了，现在没有这么热了。上周每天都是38、40度左右，然后现在降了一点点，现在要舒服很多了。哎呦，你们看一下，马克这个头发和胡子又长起来了，应该要去处理一下。今天到时间了，应该剪一下。然后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消息的一个事情，今天马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个人觉得它也非常重要。这个事情就是说2019年爆发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来源其实并不在中国，并不在武汉。这个消息说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证据说明这个疫情是在美国的一家病毒实验室里面爆发出来的。说的这个实验室是在美国的一个小镇附近，这个地方叫底特律克堡。所以我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来好好研究一下这个消息。你们看，我的朋友们，短头发的马克又出现了。刚刚就把头发剪掉了，当然又是马克自己剪，现在感觉很舒服，好多了。但是今天早上马克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因为从2019年，从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开始之后，所有的人，全世界都认为这个事情就是在中国开始的，就是原来在武汉爆发的。但是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特别能让我们确定的一些情况，或者没有一些很明显的证据说明是真的在武汉开始的。因为这个疫情在中国这边，在武汉大规模的爆发的时候已经是12月了。那么世界上很多地方，像我们欧洲那边还有美国那边，他们有一些报告，有一些检查出来的，就是说已经以前就是2019年的9月和10月份已经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所以说我觉得当我们还没有非常确定的证据，这个事情确实是在武汉爆发出来的，我觉得凭什么我们大家都那么确定它真的是在武汉开始的？然后今天马克在中国的和外国的新闻网站上面都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去年夏天的时候，在美国一个地方已经有非常多那种像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些症状的人。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研究出来这是一个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流行感冒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地方刚好在一个研究类似于新冠肺炎的这种病毒和传染病的一个研究实验室附近，这个地方就叫底特律克堡。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反正这个就是一个在美国的马里兰州的一个军部的一个实验室，就是一个研究病毒的一个地方。然后刚好去年的时候他们就报告出来，他们在里面
正好在研究一些跟新冠肺炎比较相似的一些病毒。原来是想了解一下这些病毒，然后看一下怎么治疗，怎么帮助，怎么避免一个这样的疫情。然后刚好夏天的时候在那边就有非常多有新冠肺炎症状的病例的时候，他们把那个地方被关掉了之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了之后，关键是他们也不让任何一个人进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在里面做了一些什么。所以说 Marky 觉得有这么多巧合，这么多莫名其妙的有关系的事情，难道真的跟新冠肺炎没有关系吗？反正如果美国的军部不让一些比较专业的专家和科学家进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有可能我们之后永远不会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那么还有就是 Marky 个人的一个感觉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呢？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到底是在中国武汉还是在美国底特律克堡发生呢？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明显特别确定的证据的情况下，我都不敢确定这个事情是在中国这边发生的，还是在美国开始的，还是别的地方开始的。因为也非常有可能两个地方都不是，可能是完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是在印度，可能是在英国，可能是在俄罗斯，都有可能。然后说实话，我觉得虽然说我们如果知道了这个事情，有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更好的理解这个病毒，然后有可能会过得更快。但是其实我也是觉得这个事情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爆发出来的，开始的也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是觉得这种事情不管是什么地方，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出现，都能发生，不管是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都有这个可能。那么对于这次的疫情来说，对现在的情况来说，都已经发生了1年多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去了解这些事情也不是非常着急，不是非常重要。对于之后来说，不让再次发生一个这样的疫情，那肯定还是很重要。我们肯定要知道是在哪一个地方，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发生了这个疫情，以后我们才好去避免再次发生一个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的朋友们 Marky 真的是觉得不管这个疫情的来源在哪里，不管是在武汉还是在底特律克堡，还是在德国，还是在非洲，都不是很重要。现在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都要做好个人防控，然后还没有去打新冠疫苗的人，搞快点把疫苗打起来，然后咱们搞快点，大家一起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安全，然后搞快点恢复到我们以前正常的一个生活就可以了。但是呢，我的朋友们 Marky 还是很想知道你们的一个看法是什么，你们的一个感觉是什么。你们更会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在中国，在武汉这边开始的，还是你们觉得这些美国底特律克堡的那些情况确实有点奇怪，确实应该是在那边开始的。当然 Marky 非常希望看到你们在评论区里面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想法，然后咱们在下一个视频再见。